订婚宴上，我正准备改口认亲，婆婆却把谈好的28万彩礼换成了888元的红包。小沈啊，按咱们之前说好的，这是改口费和彩礼，你收着吧。阿姨，我们之前谈好的彩礼是28万，这红包看着好像不太对吧？哎呦，这红包里是888块，图个吉利嘛。什么意思？你孩子都有了，再收我们家28万彩礼，那不是拿肚子换钱吗？传出去多难听啊！对了，你们家答应陪嫁的那套市区学区房，可1分钱都不能少啊！以后我大孙子上学还得用。你们周家这是什么意思？出尔反尔！亲家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未婚先孕是他自己不自爱。现在除了我们周牧，谁还会要他一个大肚子女人？就是啊，真退了婚，别人只会说他被男人玩够了又甩掉，到时候你们老两口跟着一起丢脸。周易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易，拖不起的是你。我一个男人，过2年照样能找个年轻漂亮的。可你挺着个孕肚离开我，还能找谁？周旭，你拿孩子威胁我？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未婚先孕，别人会说你是个没人要的破鞋。你大概搞错了一件事，我最初看中的只是你的基因，长相好，学历高，体检报告漂亮，够格当我孩子的父亲。当初是你自己说不想只做孩子的生物学父亲，追了我整整2年，求我试试婚姻。如今你拿我原本就想要的孩子来威胁我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易，我不是哪个意思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仅基因劣质，全家人人品更是不及格。这婚我不结了。你少拿退婚吓唬人，想逼我们加钱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原本的计划就是去父留子，现在钱省，孩子有了。至于你这个多出来的丈夫，不合格，退货。爸妈，我们走。沈烨，你今天走出这个门，就别想再让我们周家给你1分钱。不嫁正好，省事儿了。早说不让你结婚，你非不听。妈，我知道。这家还有单间，护理是1对1，你产后就住这里，谁都别想拿看孩子当借口靠近你。城郊那套1楼带花园的别墅也该收拾出来了，孩子以后有地方晒太阳。不过婚可以退，抚养费不能替周西省，她做不成丈夫，生父的责任可还在。依依，你看这个做婴儿房怎么样？房间朝南，墙面刷的也不太亮，孩子睡觉也安稳。到时候把院子里的时间换成防滑的，花园边再加一圈软包。好。小沈，这些是不是你的东西？他们把你的东西扔楼道了。我想起你这半年住在那儿，我就心疼的胸口疼。哼，他周瑜也真开得了口，一个背着20多年房贷的老破小，他当初是怎么有脸说是给你的家？半年前他亲手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，说那是我们的归宿。我当时想，只要人对了，房子大小有没有贷款都不重要。你不稀罕他的房子，他倒好，拿个试婚当幌子，骗你进去筹备婚礼，结果临了就给888的彩礼。这哪是结婚，这是在羞辱意义。他看准了你心软好说话，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践踏你。是我当时鬼迷心窍，把算计当成了深情。掉头回去，我要回周家拿我的东西。好。
总算来了，东西赶紧拿走，别回头又说我们周家克着你的。别拍我！现在知道要脸了，婚前住进男人家，把肚子搞大，还怕人看？既然婚不结了，就别占着我儿子的房子。我的首饰和电脑还在里面。谁知道你进去会拿什么？房子是周宇的，里面的东西自然也是周家的。又吐了，难受就靠着我，等孩子出生，我就把书房改了。改书房做什么？改成儿童房啊，铺上最软的地毯，让你和宝宝天天在那儿晒太阳。把我的东西拿出来。先跟我妈道个歉，答应别再拿退婚吓唬人。我知道你也不是真的想离开，退婚不过是你想多要彩礼的手段。依依，你现在搬走容易，等以后肚子显怀了，再想回来可就没这么体面了。废话真多。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我的私人物品被人丢弃并拒绝交还，现场还有人拍摄围堵。一家人拿东西，报警算什么本事？既然是一家人，就更应该把我的东西原样交出来。怎么回事？物品是谁扔出来的？谁拒绝开门？就是一家人闹矛盾，没什么大事。一家人，我第一次觉得这3个字这么恶心。把屋内物品清点出来，拍照留存，双方都不要再发生拉扯。这东西都是沈女士个人物品，现场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周家。周家如果有异议，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主张，不能直接扣着不还。他住在这里，谁知道有没有把周家的东西也带走？每一件都可以对照购买记录。你们如果认为少了东西，现在就当着民警的面列出来。回去冷静几天，等你想明白，我们再谈。不用。沈毅，你别把话说绝。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按原计划，反而信了你想结婚的鬼话。你不用故意刺激我。真是可笑，周熙还是不信我真的会走。沈毅，先别看评论，周岩在网上发东西了。他发了什么？帖子标题是32岁大龄剩女奉子逼婚，28万彩礼谈崩后跑到男方家抢东西。他把你的孕检单和昨晚的楼道照片都放上去了，他还截了你告诉周记怀孕的半段聊天，说你早有预谋。现在才谈彩礼，不就是坐地起价32岁未婚先孕，他自己什么货色，心里没数吗？888元意思一下，算给他面子了。谁知道孩子是不是男方的？周宇，你妹妹为什么把照片发上去？网上的人过2天就忘了。她发了我的孕检团、电话和地址。孕检单不是打码了吗？还把你的信息给遮了。原来这就是你衡量过后的底线。只要号码没完全露出来，别人怎样讨论我的身体和隐私都不算大事。沈毅，你别闹了。那断章取义的聊天截图也是你给他的？妍妍也是心疼我，替我抱不平。这样吧，你先在亲友群里发个声明，就说是你情绪上头才退婚的。我也劝了劝我妈，她说彩礼的事儿咱们可以再商量，实在不行就给你加到8800，你就别得寸进尺，赶紧服个软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真是可笑，到现在居然还想让我承认自己为了加钱难闹退婚。周宇，你听好，我现在的电话不是请求，是告知。28万，明明是2家父母各出28万，婚后留给你们小家庭，怎么到了他嘴里成了你坐地起价？因为他只放了一半聊天记录，把这些全部公开。还有更早的。
如果你配合我的生育计划，我可以补偿感谢金，也不要求你承担责任。我不是只想做生物学父亲，我要成为你的丈夫。我想娶你，也想陪孩子长大。他追了2年，最后却说是我拿孩子逼婚。怀着周家的种还能不嫁？888意思意思就够了，省下的钱给周媳换辆车。我不需要陌生人替我审判周家，也不需要他们替我编造动机，我只把事情发生过的顺序放出来。如果他们继续骂呢？那就继续留证，帖子可以删，转发和传播的痕迹不会凭空消失。女方交往前就准备独自生育，男方追着求婚，现在倒打一耙说他奉子逼婚，28万彩礼赔28万陪嫁，女方还自带房，到底谁图钱？周家不是说888是体面吗？家庭群语音自己打脸。我有正经工作，看在你存款不少的份上，我可以跟你试着处处，当是帮你父母挽回点面子。不如考虑一下我有房有车，愿意给你个名分，重新开始。周岩只用几张截图，就把我从一个有姓名有工作的人，变成了陌生男人吐槽的对象。从现在开始，陌生人敲门不要开，不要回答任何关于我的问题。是不是周家又做了什么？已经有人开始骚扰我们了。把号码都换了，还有门锁和小区门禁，到时候一起换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我是来跟沈毅相亲的。你找错人了，请离开。网上都说了，他有房有存款，还怀着孩子，急着找人接盘。我不嫌他脏，这条件够好了吧？滚！不许动！他自己在网上找男人，我就是来谈条件。我没事，别担心。右手粉碎性骨折，还伤到了韧带和部分神经，需要固定，近期不能提重物，更不能做用力活动，要恢复很长时间。先不要担心，按医嘱复诊。我这是提前给孩子挡灾了，好事儿，好事儿。医生，他以后还能打网球吗？他以前最爱打网球了。现在还不能判断最终恢复情况，但近期不能用力，由于年龄和伤势的复杂性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即便愈合了，手腕的灵活性也很难恢复到从前，他可能永远都打不了网球了。我爸退休后才刚重新开始打网球，周家害我父亲伤了手，这笔账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叔叔受伤，我可以去看，但人不是言言教去的，你不能都算在他头上。他不随便在网上发帖子，他找得到这里吗？你要是不在网上炫耀你的存款，别人会盯上你吗？你这是在怪我自作自受。别乱说，你现在知道一个人扛有多危险了吧？跟我回家，这些事儿自然有人替你扛。要不是你们家找事儿，我爸现在会这样吗？你总是这么偏激。周玉，我觉得结婚吃亏，所以我选择不婚，自己花钱养孩子。而你们觉得出彩礼吃亏，就想一分不花低成本占有一个女人，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懒得跟你争这个。周玉，是你非要挤进来，现在最大的麻烦恰恰是你们一家。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，根本无法沟通，等你冷静了我们再谈。1周后，我没等来周家的道歉，却收到了一张律师函。沈毅是吧？你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骗婚，3年的感情，竟然连那几份外卖都被算成了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。19万多，他们周家怎么能不要脸到这种地步？妈，他们不是想要钱，他们是想用这张传票逼我低头，逼我大着肚子跪回去求他们。
既然周家想算账，那我就跟他们好好算一算，我要一笔一笔，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沈建国的家属，复诊费加检查费共3200，扫码还是刷卡？刷卡。不好意思，这张卡状态异常，被冻结了，付不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卡里有钱的，还是不行。快点啊，后面这么多人等着呢。看着穿的挺好，怎么几千块钱都刷不出来？刷我的。好，刷成功了，拿好单子去3楼。他们这是故意卡在这个点，周家这心是怎么长的？怎么能这么毒？他们是觉得我怀了孕，爸爸又受了伤，只要断了我的财路，我就只能走投无路的回去，当他们周家的便宜媳妇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既然他们想闹大，那我就把这块遮羞布彻底撕下来，让全城看看到底是谁在骗谁。原告方，你们的和解方案给被告方先看一下，调解过程请不要喧哗。我们愿意撤回起诉，条件是审议删除网络澄清，公开向周岩道歉，并承认此前发布内容基本属实。我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他把名声还给我们，账户自然可以解冻。你们先发孕检单和信息，现在还要他承认你们说的是真的？他要是不退婚，哪有后面的事儿？孩子出生后交由周家抚养，女方每月支付8000元抚养费至18岁，每月仅限探视2次。真是抽风了！我沈家的孩子凭什么给你们？他非要退婚，我们周家可以不计较，但这是我们周家的孩子，总不能跟着外人吃苦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至今都没搞清楚一件事，从我肚子里出来的，那就是我的孩子。至于谁是孩子的父亲，那得看我认不认。说怕孩子吃苦，那我们来算算。跟着我，孩子出生就住别墅。我是海归博士，我爸妈是高知教授，孩子接触的是最顶级的资源。跟着你们周家呢，奶奶大字不识几个，连社保都没有，姑姑更是高中都没上的精神小妹。你凭什么觉得孩子跟着他们不吃苦？依依，你想要自由，我可以给你，但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了，把孩子交给我妈带，你按月给点钱，这对谁都好，不是吗？周易，当初我明确问过你，我付钱，不要你负责，是你死皮赖脸非要掺和进来。谁会真的相信有女人想自己养孩子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你说那些离经叛道的话，不过是想吸引我的注意，逼我跟你结婚的手段罢了。我当初到底是怎么觉得你的基因还不错的？别废话了，这是周家给你留的最后一条活路，你把字签了，账户马上解冻，不然你就等着变成穷光蛋讨饭去吧。你耍我！你们有权提条件，我也有权拒绝。你们列的那19.6万，大半是你打肿脸充胖子，让我帮你买奢侈品、请客吃饭的代付报销款，剩下的红包，我也全都以双倍的转账回赠给了你。这份完整的流水显示，这3年里，我转给你的钱，不仅抵消了你所谓的19万，你还倒欠我11万。就算钱算错了，也是你先拿孩子逼婚，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，真跟我们耗得起？周女士，恐怕担心的不是我当事人的户口，而是你女儿、你儿子的刑事责任。法院已经受理沈女士对周岩、周玉的侵权诉讼，接下来轮到你们应诉了。不过，你们提醒了我，这多出来的11万，我也需要一并追回。周家撤回保全了，他们以为卡住我的账户就能逼我回头。他们暂时撤回了保全，但侵权案已经进入程序，只怕他们还会找事情。那就让他们试。这里有一项指标偏高，属于需要进一步排查的风险信号，最好让生父来做抽血联合筛查。如果生父不配合呢，也可以走另一套流程，只是时间和项目会更复杂一些。最终能得到的结果一样吗？一样，是有生父的联合筛查会更快，没有他的配合，就按规定不做其他项目。我知道了。依依，还没睡吗？
没事妈，你先睡，有事就叫我。明天下午会叫周婉来抽血，你在医院等我，别进诊室，除非他拒绝配合。明白，我会把他的协议和现场情况记录完整。数据显示存在高风险指标，最好生父马上抽血做联合筛查。去挽袖子吧。撤回起诉，再发声明说妍妍没有恶意。1000万字，我立刻出血。检查关系到你自己的孩子，不是你们打官司的筹码。我没说不管，是他先拿孩子逼我，我只要他退一步而已。如果我不签，你就不抽？你先测速，后面的检查自然会做。周姨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叫你来是因为我没得选？麻烦在病历上注明生父已到场，拒绝配合，我们走另一套流程。你不是说需要我？我是说最好有你，没有你，检查照样能做，只不过多一些时间，最终效果是一样的。那就不用浪费时间了。我现在抽。晚了。几分钟而已，怎么就晚了？因为我叫你来，不是求你救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参与孩子的事。可孩子可能出问题时，你先想到的还是拿他跟我谈条件，你根本不配做这个父亲。周先生，您刚才在诊室内的表现，我已经全部记录下来，包括医生亲耳听见的您拒绝配合的言辞。你算计我！如果你肯抽血，这只是一份配合记录；你不肯，它才是证据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依依，咱这辈子再也不跟那家人沾边了。我会让他知道，这个孩子姓沈。沈小姐，冒昧打扰，我是许巍，周玉的相亲对象。去咖啡厅聊吧，我刚好要走走。周阿姨送的，她说你们早就退婚，只是你拿孩子拖着周毅，她不好意思不管你，所以没空正式见我。你和周毅在交往？没有，可周阿姨已经催我父母商量订婚，我不想稀里糊涂卷进去。婚退了，我不会复合。现在我和他之间只有法定责任和2场官司。周阿姨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她说你每次产检都逼她陪着，还一直拿孩子找他们家要钱。你今天来问，就说明你也觉得她的话没几句真的。我本来不想对陌生人说太多，但如果你要和这个家庭继续接触，至少应该知道他们把一个女人当成什么。他真的在你父亲受伤后还劝你回去？他说跟他回家，这些事自然有人替我扛。如果我想核实，如果你不信，可以去向我的律师求证，同时也欢迎你提供更多证据。不让你离他远点，你竟敢背着我来见他！周玉到底答没答应跟我相亲，还是一直都是你一厢情愿？挺着肚子还不安分，自己婚礼没办成，就来搅前夜未婚夫的相亲。32岁没领证先怀了孕，28万彩礼没要到就退婚，现在还想跟小姑娘抢男人。周家认的是孩子，不是你。等孩子落地，你跪在门口也别想进我家。你说他进不了周家的门？本来就是，她一个没名没分的女人，还真以为靠个孩子就能嫁进来？听您这口气，我还以为周家是什么了不得的门第。请问是在本市豪门里排第几？彩礼才888，真当自己家是豪门了？彩礼多少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是他自己不值。你也配说别人值不值？穿的一身穷酸相，张口闭口倒全是规矩，拿只破镯子出来，就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抢着给你当儿媳。他是踩过一次狗屎，已经够倒霉了。我是差点踩上去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们2个在抢着踩狗屎吧？还一口一个周家的门，你们家那烂门烂户是镶了金还是直通阴曹地府？谁进去谁倒8辈子霉。你这个没教养的小贱人！我再没教养，也不会舔着一张老脸到处骗别人女儿进门。薇薇，你放心，那个女人就是替我们周家生个孩子，等孩子落地，让她滚得远远的。真够恶心的，
这只破镯子，你那个妈宝儿子，还有你们周家的烂门槛，全留给你自己吧。以后你们家谁再敢联系我，我就把这些录音全发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怎么舔着一张老脸四处骗婚的。麻烦店里保留监控。恭喜，这下又有证据素材了。后续律师会把赔偿损失的发票寄到你家。女士，请您先跟我到外面处理，店内有监控，不能继续影响其他客人。谢谢你让我看清这一家人。许巍不是我要见的，是我妈擅自约的人，你千万别误会。我不会误会，因为本来就和我无关。管好你家人，再让他们靠近我，我直接报警。沈毅，我妈只是什么？已经和我没有关系。这次终于听清楚了。早就听清楚了，只是以前不愿意承认。沈女士，真的非常抱歉，我们会按照合同双倍退还定金。你先说清楚，为什么临孕前27天突然退合同？周女士自称是孩子的祖母，要求随时探望，我们拒绝后，她换着号码打骚扰电话，还在客户群和网上散布中心帮产妇藏孩子的谣言。她说自己是孩子的祖母，就能随时进入产妇房间。我们已经拒绝了，但我们的名声受到了严重影响，很多客户上门要求解释，董事会最终决定，宁可双倍赔偿，也不敢继续接待您。骚扰你们的是周家，为什么承担后果的是我女儿？她马上就要生了。我们完全理解您的心情，但合同只能终止。你们怕她闹一闹，就把临产的女人赶走，临时换护理团队，出了问题谁负责？这间中心我对比了半年，护理团队换过2轮，产后恢复菜谱我亲自改了3遍，现在离预产期不到1个月，同档房间早就全部订满。你们让我女儿临时去哪里待产坐月子？真的很抱歉，我们会把完整情况写进合同终止说明中。双倍定金只是合同基础赔偿，对方长期骚扰电话、恶意函件、群聊造谣，以及这件事带来的所有额外损失、套产安置成本，全部另算。沈女士说的完全正确，请贵中心务必保留全有骚扰通话记录、手写声明原件、客户群造谣截图以及对应时段监控录像。我们会根据完整损失清单，依法主张全部赔偿。我们可以将所有证据完整复印留存，监控也会按对应时间段完整备份存档。所有证据原件由你们中心妥善保管，完整附链件全部交由我方律师。后续若有人问询本次合同终止原因，不要笼统归结为家属纠纷。我们会在终止说明中清晰标注，本次合同无法继续轨行，完全是周家持续恶意骚扰、造谣导致。不给我见孙子是吧？我就一家一家问遍京师，看哪家月子中心敢收你！孩子还没出生，你就先逼着人家退掉月子合同，步步紧逼。以后谁敢让你靠近孩子半分？她是我周家的儿媳，孩子出生就该由我这个奶奶照顾，轮不到外人插手。你继续说，中心监控，你们的全部骚扰记录，你刚才的过激言论，我都会全部交给律师，依法追责。你闹够没有？我是为谁闹？这是我们周家的亲孙子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再给任何一家月子中心、医疗机构打电话骚扰造谣，我亲自配合对方报警处理。你为了一个不肯嫁你的女人，为了一个没出生的孩子，反过来跟我作对。是你一步步把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里面恢复出了妍妍发布的造谣帖，还查到他把你爸妈的地址转进本地群，怂恿陌生人上门骚扰。我会把这份完整证据交给你的律师。新的月子中心，我来帮你联系，全权安排。不用，所有损失我会全部列进赔偿清单，后续所有事情直接跟我的律师对接沟通。沈毅，我只是想帮帮你。我需要的高端床位、专属护理、安保防护，这些我自己完全买得起。
不需要你施舍帮忙，你需要给我的是对应赔偿，不是自作多情的帮忙。我只是想让孩子有一个安稳舒适的地方可以住。孩子的住处我已经亲自找好了，你们现在最该做的，不是替我自作主张安排一切，是为你们做过的错事负责。我妈只是单纯想见孩子，她没有恶意。她还没有见到孩子，就已经逼得好几家机构不敢接收我。别再把刻意逼迫美化成单纯想见孩子。沈小姐，目前整套证据链已经完整清晰，足以支撑全部索赔诉求。他们闹这一场，无非就是笃定我女儿离了周家就无处可去，想逼着我们低头服软，简直是笑话。这件不行，我们就换京市最顶级的月子中心。依依，钱的事情你完全不用操心，那点赔偿款就算拿不到，爸也不在乎。我已经给你敲定好了几家私人安保团队，全程贴身守护。爸，赔偿款我一定要拿，那是他们做错事该付出的代价，该偿还的亏欠。不过新的住处我已经自己选好了，这家是目前京市规格最高、安保最严的月子中心，所有访客入场必须经过产妇本人和业主双重确认，缺一不可。防护这么严格，我看他们这次还能往哪儿闹？怎么施压？我们中心规定，必须将由产妇本人确认授权后，访客方可进入区区及套房，家属无特殊优先权限。所有拒访名单会实时同步到前台停车场和电梯口，全域拦截。如果有人刻意冒充家属过来探视，你们怎么处理？所有访客必须出示本人身份证，与产妇提前预留的授权信息逐一核验比对。未经确认身份存疑的人员，我们会统一安置在外部接待区，同时第一时间通知您，必要时直接联动警方处理。我们实行夜间双护士轮班制度，产妇每日餐食、营养配比均严格按照医嘱动态调整。生产后，若您需要更换护理师、调整服务，随时按下室内呼叫按钮即可，我们秒级响应。生产过程中及产后优先联系我的父母，任何人员、任何情况都不允许未经我授权直接带走孩子。我们会严格按照您的授权要求执行，全程遵从您的安排。从现在开始，治安出生后的每一步都按我的规则来。妈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又疼了？这次不一样，像是一阵一阵往下坠的痛感。沈女士，先别紧张，我帮您记录宫缩间隔，从这一次痛感最明显的时候开始精准计时。2次之前，间隔好像越来越近了。立刻通知医护人员，准备转运产妇进产房。月嫂，按照清单，把产妇和新生2代的待产物全部备齐带走。老沈，醒醒，依依要生了！依依，爸在这儿，别怕，咱们乖乖听医生的安排。爸，你先把外套穿好，别到时候比我还慌乱。你别管你爸，妈妈陪着你，很快就能和宝宝见面了。我已经提前对接好医院产房，急救转运通道开通，他们马上过来接应，送沈女士进产房。产房内全程无菌，仅允许1位家属陪产，剩余家属需要在门外等候。陪产人选由沈女士本人决定。让我妈进来陪我，爸在外面等我就好。好，爸就在产房门口守着，你一出来，第一眼就能看见我。男孩，6斤4两，呼吸有力，身体状况很好。依依还好吗？沈先生，母子平安，产妇稍后就出来。好，平安就好。恭喜啊，6斤4两，是个健康的小王子。孩子想好叫什么了吗？沈志安，只喜长乐，一生平安。哎，你这手还没好利索，当心点儿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这是咱们沈家的宝贝。那1个多月，我们3个人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，可每个人都踏实。慢一点，别急。孩子的出生证明、疫苗本、出院单都在，车里的婴儿座椅也装好了。月嫂跟我们一起回家，家里房间已经通风过，所有东西都按清单摆好了。
志安，我们回家。这里是小区出入口，车辆不能长期占道，请立即驶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马上退后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把我孙子抱过来！孩子刚出生不久，体质虚弱，你们不要靠近，更不要动手，出了任何问题，谁都负责不起。大家都看清楚，是他生了孩子还不让周家认祖归宗，霸占周家血脉。孩子是我女儿的，沈家的孩子，谁敢抢？你女儿没结婚先怀上周家的种，这孩子根儿就在周家，生下来就该还给周家。放开我！这是我外孙，你们谁也别想抢！别碰他！志安，别怕，妈妈在这儿。都看清楚，是他自私霸道，不让孩子认祖归宗。周岩，你敢把孩子的脸拍进去试试？你会遭报应的！都给我松手！你还怎么谁让你们来的？我替你接儿子，等孩子抱回老家上了族谱，你自然就想明白了。他刚生产完，身体虚弱，你带10几个男人堵他，禁锢他父母，这叫替我？不来硬的，他肯乖乖教孩子吗？他为什么要把孩子交给你？这是他拼尽全力生下的孩子。大嫂，你不是说周瑜已经同意把孩子接走吗？我儿子当然同意，他就是心软耳根软，才一直被这个女人拿捏。我从未同意你们来抢孩子。你现在就是胳膊肘往外拐，我是你亲妈！放开我，我要去抱我的孙子！妈，够了！周瑜，让他退后！你听见没有？立刻退后！妈，你醒醒！是他对的，就是他！我妈要是有事儿，沈毅就是杀人犯！他刚才就站在旁边，肯定是他动的手！把他抓住，不能让他跑了，让他偿命！我没有碰他，现场全程有监控，清清楚楚。你们谁也别想把脏水责任扣到我头上！都别动！谁再往前一步，我们立刻采取强制措施！你们看清楚，凶手就在那儿！快报警，抓他坐牢！报警是吧？不用你提醒，我们早就已经报警了。谁报的警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同志，是沈毅推伤了我妈，我妈现在昏迷不醒，生死未卜。同志，这是现场3个角度的完整监控录像。事实是他们带人非法闯入小区，寻衅滋事，围堵居民，最后抢夺婴儿过程中自行摔倒，与沈女士无关。带头围堵小区闸机、动手伤人、参与抢夺的人员，一个都别想离开，全部带回警局配合调查。月子中心已经提供了完整通话记录与登记账簿。周岩，你多次冒充产妇家属，非法刺探盗取产妇出院隐私信息，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谁是本次事件带头组织者？谁动手触碰襁褓？谁动手禁锢、推扫老人？主动交代。手机立刻上交，现场录像全部作为证据封存。医护人员立刻到场处理伤者伤情。这事没完，你们所有人谁也别想好过。没完的从来不是今天这场争吵，是你们所有人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。同志，周岩此前多次冒充产妇家属，反复向前台护理人员打探沈女士的出院时间、房间信息，所有录音登记记录全部留存可查。所有电子记录、监控录像、登记账簿全部导出，统一归档封存，作为本案核心证据。依依，你好好看着孩子，别管他们，万事有我们。志安不怕，妈妈在，没事了，一切都没事了。他自己带人上门抢孩子，摔倒了还要把脏锅扣在依依头上，周家真是彻底疯了。先顾中依依和孩子，其他的事儿全部交给律师处理。沈毅，你先站在那里，现在任何人靠近孩子都要经过我的同意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？她是不是被人推摔倒的？病人突发脑出血，需要立刻开展手术。至于具体受伤原因，
会由警方结合现场完整证据依法认定。你满意了？我妈要是落下后遗症，全部都是你害的。监控全程记录清清楚楚，她是自己踩到襁跛失衡摔倒。你如果继续当众诬陷诽谤，我会把你这句话一并交给律师追究责任。别再乱说了。你现在知道护着她了，刚才她差点把我妈逼死。是我们一家人带人上门抢孩子，监控里拍得一清二楚，错在先的是我们。你是我亲哥，你竟然帮着外人说话。他不是外人，但也绝对不是你们可以肆意伤害、肆意逼迫的人。目前已经确诊为脑出血，手术之后大概率会留下偏瘫后遗症，后续日常生活无法自理，需要长期专业康复治疗和专人护工照料。我知道了。周宇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把周家群聊的原始记录送过来，全部交给律师配合取证。东西放门口，人别进来。群聊时间线完整，内容原始未删减，能够清晰佐证本次事件的策划全过程。谁提议堵门，谁负责拦人，谁计划趁乱抱走孩子，谁负责收尾，分工记录明确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今天的一切当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抢夺行动。这份聊天记录和现场监控完全相互印证，证据链完整闭环。沈一，我从未同意他们抢孩子，但你也从来没有提前阻止。你母亲能带着10几个人堵在小区，是因为你们一家人都默认纵容，笃定我不会真的反抗，不会追究。我会承担所有属于我的责任。你能承担的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承诺，是法院判决书上每一项依法认定的责任。我主动交出手机和群聊记录，就是想给你们完整证据，帮你们维权。证据不是帮我，是你们所有人做过的错事留下的无法抹去的痕迹。治安，妈妈不会让任何人把你当成可以随意抢走、随便算计的东西。全套起诉材料今晚整理完毕，核对无误，明天正式向法院递交。沈小姐，您刚生产完，身体虚弱，后续庭审流程我们团队会全程代为处理，尽量不让您奔波劳累。该我出席的庭我会亲自出席，无论何情况，无论对方如何求情，我坚决拒绝和解，依法追责到底。依依，结果怎么样？赢了，周岩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，周母提出的骗婚起诉也因证据不足被全部驳回了。那治安呢？治安归我们，周家人终生不得私自靠近探视。周瑜每月还要按时足额支放抚养费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走，咱们回家。沈一，等一下。官司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我们能不能重新谈一次？谈什么？这是亲子急救新生儿护理科的结业证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不求你搬回去住，我可以搬到你小区附近。孩子夜里哭闹，我可以帮忙照顾。你要是工作出差，我随时可以请假带孩子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现在再来弥补，太晚了。以前我总心存侥幸，觉得你怀了孩子生了孩子，肯定离不开我。等你想通了，自然会回来。现在我彻底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会管住我妈，好好照顾你和孩子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你现在做的这些，只能证明你终于开始学着做一个父亲。至于我们，早在你一次次选择袖手旁观、默认纵容伤害的时候，就已经彻底结束了。真的，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没有。按法院判决，尽好你身为父亲的责任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再无任何关系。周先生，本次探望40分钟，活动范围仅限这间会客室，未经沈女士本人同意，严禁抱离、带走孩子。我明白。先洗手消毒，用品在那边。好。他好像比上次见面重了一点点。婴儿本来就会一天天长大。治安，我是爸爸，
幼儿状态平稳，无异常，父亲照护动作规范合规，无过激行为。你不能来探望中心，本次探望备案名单里没有你，你进不来。我是孩子的亲奶奶，你凭什么拦着我见孙子？你现在是不是又被沈姨拿捏住了？这是法院的生效判决，也是我答应沈姨的底线和边界。你绝对不能单独接触孩子，我不会破例。我都落到半身不遂的地步了，你还处处向着外人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妈，你的术后康复费用、护工费用，我会严格按照判决全部承担。但你不能借着伤病继续伤害沈姨，打扰孩子。如果她后续强行前来滋事，请直接按具访流程处理，不用通知沈女士，让她直接联系我的律师对接。以后家里的事情、我妈的事情，我会自己全权处理干净，再也不会把烂摊子丢给你，拖累你。你只要踏踏实实做到判决要求的每一件事，就足够了。志安怎么哭这么厉害？来，给我抱，你赶紧去睡2个小时。妈，辛苦你了。上午我补觉，下午换你妈休息，咱们排好班轮流带娃，谁撑不住熬不动了就大声说，别硬扛。爸妈，你们也别太累着自己。带孩子哪有不累的？伤口疼没觉睡，这些咬咬牙都能挺过去。其实对女人来说，最磨人的不是少睡那几个小时。我知道，最磨人的是明明2个人的孩子，却只有1个人在战斗。但在咱们家里，谁累了就说，谁有空就接手，不兴那套虚伪的本分。志安乖乖的听姥姥、我爷和阿姨的话，妈妈出差2天就回来陪你。妈，这上面是志安的奶量、日常作息表，冰箱里分装好的辅食，按时加热，分量我都标好了。行了行了，这都第3遍叮嘱了，我们早就全部安排妥当，还有阿姨帮忙搭手。你安心出差好工作去，家里不用你操心。就是，你只管安心在外冲锋陷阵，家里这个大后天，我们全权帮你稳住。身体彻底恢复之后，我重新收拾状态，回归了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彻底挣脱周家的纠缠与骨夹后，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尽数倾注在事业和家人身上，日子越发安稳顺累。你现在气色真好，完全看不出经历过那些破事儿。把精力放在值得的事上，人自然就顺了。事业、家人，哪一个不值得我用心？周家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周母偏瘫，周岩在服刑，母女俩互相折磨。周宇倒是学会承担责任了，抚养费、探视都按规矩来，但对我而言，他早就翻篇了。所以你彻底拿回生活的主导权了？对，一点点，完完整整拿回来了。沈姨姐，志安宝贝生日快乐，岁岁平安。微微快来坐，正好抓周仪式正要开始，就等你了。志安乖，看看地上这么多东西，想要哪一个呀？我的小外孙有出息，这以后是要跟着妈妈到处闯荡，见大世面，做大事业的人。太可爱了，咱们志安以后肯定和沈姨姐一样，独立清醒，潇洒拉风，活成最耀眼的样子。好，以后妈妈带着你一起去看山河辽阔，一起闯遍世间烟火。沈姨姐，看到你现在这样真好。是啊，这一路走来，我终于斩断了那些试图捆绑我、要挟我、肆意物化我的枷锁。我守住了自己的事业、财富和孩子，更守住了一个女性最珍贵的独立、底气与尊严。这才是我心心念念一直想要的生活，温暖安稳，自由坦荡，不负自己，不负岁月。还好一路走来，所有治愈与圆满，一切都不算太迟。